摸骨术为中国武术之一，相学中的一种。相学呢是观察物体的外形而预测，相术呢则包罗万象，大多以观察判断人物具体的表象而进行分析判断其成像的过去以及分析可能发生的未来的作用。摸骨术呢，就是从接触、抚摸一个人的头骨、手骨、身体的骨架等等，从而判断其个性、喜好、能力、专长、格局以及未来的成就等等一种学问，是一门比较难以掌握的技术。基本上民间已经看不见了。摸骨术至今呢，还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所以以下呢，大家全当故事听听就好。提起摸骨呢，可能许多人都没有接触过，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因为这门技法呢是盲人秘传的看家本领，是盲人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从不轻传，更是不传明眼人。但是这门预测术呢是很神奇特殊的。在清朝结束、新中国建立时期呢，有一位高先生在那个时候称得上是摸骨的真传，因为他是娘胎就带瞎的，所以生下来呢就是双目失明，可以说是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天日。但是他的坚强与乐观则是见过他的人都自叹不如。老人家没有老伴儿，所以一生孤独，但是对于生活起居呢，却是安排得井井有条，事事亲为每天生活极其有规律。听高先生说有一年他在一家旅社呢，曾经挂牌摸骨，傍晚时候来了一个高大的汉子，又高又胖，黑灿灿的脸庞呢，进门就问能摸准吗？高先生听声音感觉就不善，就说摸不准，实际上是不想给他看。而那个人就说我给不起钱还是怎么的，就非要让摸，所以高先生就说你要非要让摸骨的话，你就得付双倍。而那个人说好，就开始了。那摸了一会儿呢，就告诉那个人说你是一个囚犯，最近呢刚刚释放，但是最近呢你还是要进去。那个人瞬间就很吃惊问为什么？高先生就摸了摸那个人的颈椎就告诉那个人说你这2天呢想干个事，但这个事呢要是干了的话，你就得进去。话说完，那个人瞬间就跪下了，求高先生呢给指一条明路。那高先生就说听我的话呢，你就走吧，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当时那个人彻底就服气了，就自己说出来的事情的原委。这个人果然就是刚放出来，回家一看呢，家里的媳妇儿跟别人好了，就寻思着要伤害这2个人。正是犹豫不决的时候却全被这个高先生摸骨而知晓了。所以身心是刹那间的一个变化，一个念头呢，身心的世界也在随之有着细微的变化。摸骨也许就能够摸出这个变化。所以起心动念呢，神鬼皆知那个人听话后放弃了伤人的念头所以高先生的这个摸骨一言而救了3命。其实摸骨并非是摸遍全身，而摸骨只是摸颈椎的几节骨头和手指上的几块骨头，还有手腕的几块骨头，每一个部位的大约1尺长，就能够摸出一生的命运，很奇特，感觉跟全息的这个道理很相似。所以高先生先是摸头，他说头呢是先天的，一个人生下来到老，可能别的地方都会改变，但是头始终还是那个样子。一个歪头呢不会长成正头，一个葫芦呢不会长成尖锥，那这个就是命的根。所以先从头上摸起，从后脑勺开始摸，就是那个后脑勺有疙瘩凸起的那个位置。摸呢实际上是摁，稍微有力的摁一下，然后往上走，摸到头顶呢摁几下，再摸到印堂呢，再摸到眉骨，头上呢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摸脖子，就是颈椎的那几块，一块一块的摁，力度呢稍微大一点，摸得很仔细。他说颈椎是一个人的福分和一辈子的经历，所有的一切都记录在那里。最后呢就摸手腕，几根手指都摸到。他说手呢是一个人一辈子所能够拥有的东西。他是边摸边说，摸后脑勺的第一步就预言这个人将来会是出家人的这个路。但他说你是僧人骨头，你世俗上是没有福的，所以寺庙里才有你的福。事实上果然如此这个人呢曾经上班经商，干了很多事情都一事无成。比如说上班的话，3年来换了好多地方，经商呢就是卖啥都卖不动。后来找到一个寺庙，他跟了一个师傅住进庙里。虽然那个时候那个人还未正式出家，但确实已经很好了，有很多的居士呢都跟他比较投缘了。而高先生摸骨的样子还很怪，说是摸骨呢，又不是真正的用手去一块一块的仔细的摸，而是手往头顶上一搭，一摁一摁的顺着脸就下来了，就是凭感觉，感觉里那个细小的变化，不一样的地方就决定了一个人不一样的气质。古人就说观千剑而后识器，摸骨呢其实也是一样，摸成千上万的人才能够类比出高低贵贱所以处处皆有学问。而摸骨呢关键在于细心比较。有一次这个高先生在一家人住下了，这家人很信服这个高先生，并经常给他介绍人来摸骨。
有一回，这个来了一个打扮很平常的人物，就叫高先生摸。高先生一摸呢，颈椎的几节马上就拱手说：“你怎么着也是一个官儿。”那个人立刻就很佩服的说到了，自己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县级的官员。高先生摸着摸着就说：“我有一句话说了，你可别生气啊。”那个人说：“你请说。”而高先生说：“你线下有病了。”而那个人压低声音就问：“是什么病呢？”高先生说：“花柳。”一句话呢，就让这个官啊慌了神。很快啊，他就说：“很对。”然后就问这个高先生看看有无大碍呢？高先生说：“你这个手上啊是个花柴骨，你是不是有很多的女朋友？”而那个人呢，立刻也承认。高先生就说：“你赶快戒了吧，因为人都说相由心生嘛，一个人的念头生出来，随之这个人的身心世界也会有细微的变化。而摸骨呢，就是能够摸出来这个细微的变化。”古人一直就说人心生一念，天地皆知，所以后来呢，这位高先生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了，找他摸骨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他摸骨的次数却开始逐渐的减少，每天呢只给3个人摸骨。他倒不是怕泄露太多的天机对自己的身体不好，而是另有原因。他说现在因为我摸一个人呢，就感觉不算是人，摸着摸着就不想摸了。而这里呢，高先生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的骨相都已经和禽兽差不多了。意思是很多人披着人皮不做人事嘛，所以高先生的师傅在去世之前就曾经跟他说过，摸骨呢只能是预测吉凶，最终的吉凶啊，其实还要是看这个人个人自己的选择，所以啊，要修身养性啊，行善积德才对。还有一个故事呢，是清代的赵翼就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在雍正年间呢，浙东有一个史盲公帮人摸骨。如果来找他摸骨的是个男子呢，他便用手揣摩那个人身上的骨头；倘若是个女子呢，碍于男女有别嘛，则是听其说话，为之预测，用此预言别人的福祸，出其精准。有一次呢，浙江巡抚徐元梦呢就把史盲公找来，让他给自己的孙子摸骨。在座的还有他的老师汪尤敦，史盲公就为这个汪苏2人先后摸骨，认为2人必定将来是显贵的一个身份。当时呢，这个舒公子呢是官宦人家的贵公子，所以将来飞黄腾达固然是意料之中的。而汪尤敦呢，则是一个穷秀才，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等好事。因此呢，他当时就认为啊，这个史盲公是因为学生的面子，所以也说点好听的来应付他们。当天晚上，史盲公啊，立刻就对这个汪尤敦说：“你好好努力，将来官职名声在主人之上。”而汪尤敦越发的惶恐不安。史盲公就说啊：“我这不是说瞎话，你虽然现在是个穷书生，我奉承你有什么好处呢？正因为我命中注定将来会有一劫难，要持续多年，到时候如果你当了大官了，我的劫难还要仰赖先生来帮助我解除的。在这里呢，郑重的我就先托付给你，请先生啊，千万不要忘记今天的话，到时候尽量的来拯救我。”因为这个史盲公预测比较准确呢，不久就有人把史盲公推荐给了雍正帝，而雍正皇帝一向对术数兴趣非常浓厚，就让这个史盲公上朝来帮他预测。史盲公上朝之后，结果就是因为说了让雍正帝不爱听的话，却被流放到了山海关外去落户了。这一去呢，就是10年。雍正登基10年的时候，下诏呢，命凡是流放充军的罪呢，都减轻发落。此时的汪尤敦早已高中进士，任刑部尚书。汪尤敦查看犯罪档案的时候，就看到了史盲公啊，也列名其中。汪尤敦当然还记得史盲公，但是史盲公啊是由皇帝特旨流放的，所以档案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他的犯罪事由，此类的罪犯不在特赦之列。刑部官史呢一致都认为啊，此乃皇帝亲自处置的侵犯，属于10恶之中的大不敬的范畴，不但不应该减其罪行呢，还应该施予严惩，让他在关外苦寒之地待一辈子，生死啊全凭天命也就是了。但是汪尤敦却不这么认为啊，在极力的维护史王公的同时呢，他写了奏折呈交这个乾隆帝，请皇帝明断是非曲折。乾隆帝看了奏折，御笔就写了一个准字，所以这一字啊，足有千斤之重。在辽东受尽苦难的这个史盲公，终于就有救了。汪尤敦派人将史盲公接到了自己的府上，请他担任自己的先生。史盲公呢，正愁无处可去啊，索性呢也就顺坡下驴的住到了汪尤敦的府上。只是从此啊，谨言慎行，轻易的不再帮人说福祸了。如此又过了几个年头呢，此时的史盲公已经是一个行将枯木的老人了。若不是汪家一直好好的伺候着他呢，只怕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在这个时候，汪尤敦的2个孩子也到了可以应试的年龄。一天呢，汪夫人将长子就领到了这个史盲公的身边，请史盲公给这个孩子摸一摸骨，看看他能不能够跟父亲一样做大官。史盲公自命不久矣啊，于是满足了汪夫人的心愿，给这个公子摸骨之后呢，就说公子将来一定可以得到一个6品官职，夫人啊有福了。
汪夫人顿时就不高兴了。一个小小的6品官，不过是翰林院的编修或者是各部里的主事而已，属于不入流的官阶。若让人知道了汪尤敦的儿子呢，只能当个6品小官，让老头子以后怎么在朝堂上行走呢？可是汪夫人对史芒公的话又不能不信啊，只能每天求神拜佛，祈求佛祖保佑他的儿子高中状元，千万不能够当个6品小官。没多久，这个史芒公就仙游了，而公子也到了会考的时候，本来信心满满，认为中举呢势在必得，不料圣旨传达，任命汪尤敦为本科的主考官。为了避嫌包庇嫌疑呢，与其沾亲带故者一律不得参考。公子呢瞬时间受到了打击，一病不起。熬到了冬天呢，才逐渐有所好转。就在一家人张罗着过年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宫里的太监来到府上传皇帝口谕。由于这个汪尤敦呢劳苦功高啊，故御赐汪府的一个公子呢陈汉公子啊，被授予正6品主事官，入翰林院修编皇家大典。此乃皇帝亲赐官职啊，就算不想干呢，也要硬着头皮干，不然便是欺君之罪啊。如此一来，大家这才更相信了史芒公啊有预测未来的本事，且从无妄言。最后呢，摸骨术啊，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啊，一棵树要知道它经历了自然界的多少灾难呢，它的年龄有多长，就要把它揭开，从树的年轮上来分析树龄嘛。从树脂当中的疤痕和树皮、树干、树枝的形状来分析它经历过多少的自然界的灾难。所以一切的东西呢，都是有痕迹的，有它自然发展的轨道的。所以人也是一样啊，只是这其中的奥秘很深嘛，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而欧洲的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就提出了骨相学的说法，他把人类的头盖骨区域呢分为35个部位啊，暗示人们的命运啊是由先天决定的。如果一个人的大脑的某个部分特别发达呢，那么这个人受那个部分的支配的心理机能就相应的比较好。大脑的某个部分如果特别的发达，那么覆盖其部分的那块头盖骨就特别的隆起。因此呢，如果调查一下人的头盖骨的形状，就可以知道一个人啊哪一块的心理机能比较发达，甚至可以判断他的性格、适应性以及对社会的态度和是否容易犯罪等等，并且标明了各个部位的负责支配的心理的特性。这也就是他所研究的骨相学的起源。可是许多的地方啊，当时都出现了对骨相学一知半解而自称骨相学专家的人和企图利用这个骨相学赚钱的骗子。他们到各地啊旅行，招引啊男女老少，摆弄头盖骨的标本啊，进行了讲解啊，愚弄听众等等。所以骨相学当时大受欢迎，特别是在1850年代的时候大为流行，那个时候达到了鼎盛时期啊。但是从那以后呢，群众的兴趣急剧下降，骨相学日益衰亡。在今天呢，人们认为骨相学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所以摸骨呢也就慢慢随着时间的流逝失传了。所以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啊。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